小女孩一不小心撞在丹炉上，脸上被烫伤毁了容。母亲急忙跑过来抱住她，捂住女儿的嘴巴，生怕被别人听到。小薇，女人正是胡族族长的夫人青夫人。1000年之前，青夫人趁着族长闭关修炼，独自喝闷酒，恰好男仆服侍倒酒时，与男仆看对眼了，意乱情迷之下，与自己的仆从发生了关系。第二天酒醒后，青夫人看到男仆心知大事不妙，便一把掐死男仆。谁知过了不久，却有了身孕。青夫人只得偷偷把孩子生下来，养在了炼丹室中。哪知女儿竟意外毁了容。为了拯救女儿，青夫人寻找猎物之时，恰好看到一名猎人拿着刀走向一只扑腾的小彩雀。就在猎人即将下手时，青夫人一甩手就将猎人打飞出去，然后对着小彩雀吹了一口仙气。只见彩雀扑腾几下，就化作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。多谢夫人解救，彩雀无以为报，愿终身侍奉夫人。而青夫人却只是暂时打发走了小女孩，随即看向了猎人。不久后，青夫人便给小维换上了新的脸皮，小维一瞬间就恢复了原样。然而青夫人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照顾女儿，以至于后来小维流落人间，在人间长大后遇到了挚爱王生，人妖不能相恋。为救王生，小维献出自己的内丹。就在小维再次修炼成人时，人间已过200年，王生早已死去。小维心如死灰下，被执法长老带回狐族。狐族族长审判小维后，就要对其用刑。青夫人及时出现，想要救下小维，可小维只是冷眼看着青夫人，对这个从小就把自己藏起来，从不敢对外公布，甚至后来对自己不闻不问的娘亲，小维只想一心求死。但是最终在青夫人的不断求情下，族长同意小维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由神君浮生看管，关在寒冰地狱受罚。这寒冰地狱终年寒冷彻骨，滴水成冰，没有4季轮回，无时无空无间。小维在这里每一天都生不如死，饱受煎熬。为了求死，小维故意讽刺激怒浮生，说他只是个石头精，没有心，根本不懂人世间的情爱，即使修炼千万年，也是无知无觉的蝼蚁。可怜，真可怜。然而浮生一眼就看出小维求死之心，只是任由他讽刺自己而毫无波澜。等到小维说完，好一张巧舌油滑的嘴。大人，我这张嘴可是迷倒了不少人，大人想不想尝一尝？浮生看出他一心求死，便只是对他小惩大戒一番，还告诉冰蛇一定要看好小维，不许他自杀。彩雀知道冰蛇贪吃，于是他故意扔出2只小鸟。就这样，彩雀成功的进入了寒冰地狱。万万没想到，小维却不领青夫人的情，说什么也不愿意跟彩雀走。聪明伶俐的彩雀趁其不备，对小维施了法术。我彩雀要救，轮不到你说话。冰蛇醒来后向浮生大人请罪，二人决定一同去凡间捉拿小维。小维让彩雀回去找青夫人复命，不必再跟着自己。不行，夫人说了，你的妖灵已失，等到血月之日便会魂飞魄散。小维突然想到自己曾经感应到王生的后人，他发誓自己一定要找到他。他找机会甩掉了彩雀，正准备偷着乐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彩雀抓包。姐姐为何戏弄我？你这是想去哪里？好妹妹，姐姐不过想看看你的真身，所以跟你开个玩笑。不过你飞起来的样子真是好看，是吗？妹妹多谢姐姐夸奖，改天也让妹妹看看姐姐的真身啊。二人来到一间客栈吃饭，尴尬的是他们2个都没有带钱。小维看了一眼周围的壮汉，顿时心生一计。小维假装楚楚可怜的问他们借钱，却偷偷的把彩雀卖给了他们。碰巧王英出现，再一次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。小维着急逃跑，并没有看到王英的脸。小维灵力不足，即将现出原形。正在此时，突然被一个流氓给调戏。我看你想找死！小维立马改变态度，撒娇的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。只见小维妩媚的将他引到墙角，正准备下手挖心，却突然感应到了王英就在附近。他立马大声呼救。喜欢英雄救美的王英果然救下了小维。你不用害怕，他已经走了。看着与王生一模一样的面貌，小维心底的爱意与执念再次被唤醒。看着正在练武的王英，小维心里却全是100年前与王生的美好回忆。他再次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副面孔。本是尊贵的千年灵狐，却心甘情愿地为一个凡人缝补衣服。彩雀劝他月圆之日即将到来，让他赶紧去找青夫人。而小维为了王生却迟迟不肯离开。果然到了月圆之日，小维的身体便开始发生剧烈的反应。看着痛不欲生的小维，彩雀忍无可忍，直接提出要杀了王英，彻底让小维断了念想。不行，他是神哥的后人，不能动他。正在此时，却突然传来了王英的敲门声。小维强忍着剧烈的疼痛，让彩雀赶快去开门。王英看到小维的脸色不太好，小维借口只是在屋子里待得有些闷，彩雀则趁机提出让王英带小维出去散散心。由于小维长得太过漂亮，王英高兴的直接一口答应。彩雀故意给二人制造独处的机会，想让小维妖性发作的时候取了他的心，彻底断了念想。王英带小维来到湖边畅谈人生，可是没过多久，小维的妖性便开始发作。只见他的眼睛变成了红色，准备对王英下手，可他满脑子都是前世与王生的回忆。犹豫再三，他还是强撑着收回了法术，但是身体却遭到灵力的反噬，虚弱的直接瘫倒在地。王英见状，急忙将小维送了回去。眼看小维执迷不悟，彩雀便将自己的灵力渡给他一些。然而彩雀的修为不高，他的这点灵力小维也支撑不了多久。于是他让小维出去找别人下手，自己则留下替他打掩护。
小维虚弱的走在大街上，迟迟吃不到人心的他，竟然沦落到要对一条狗下手。正在此时，福生大人突然出现，阻止了他。现在越来越低贱了，连这样畜生的行你都不放，这就是你贪恋的人间。你要是嫌我低贱，就离我远点。虚弱的小维差点晕倒，福生急忙抱住了他。看着如此美丽的脸庞，福生忍不住嘴对嘴的为他输入仙气。小维渐渐苏醒了过来，四目相对之下，冰块脸福生竟然害羞了。小维调侃地问道：“平白无故度给自己灵力，是不是爱上了自己？”在本尊看来，你只是比那些低贱的畜生多了些修为。尽管小维一再的油嘴滑舌，福生还是强硬的要带他回寒冰地狱。回去的路上，小维利用美人计偷偷点了福生的穴位。多谢大人给小维仙气，有本事下次别洗。傲娇的小维把福生定在原地，就急忙溜走了。而这边王英守在小维的门外，一定要带他去看医生。凯却见怎么也甩不掉这张狗皮膏药，于是他只能先变成小维的样子。王英二话不说拉着他就往外走，怎料在路上冰蛇突然从天而降袭击他们，他错把彩雀当成了小维。出身武将的王英与冰蛇大战300回合，在王英的掩护之下，彩雀趁机溜走了。这边真正的小维为了甩掉福生，慌忙的跑进一个破庙，一不小心直接与公主撞在一起。看着楚楚可怜的小维，公主便放下了戒心，告诉小维这儿有妖怪，还说自己一定会保护他。这柴点不安全，你要跟紧我，向里走撒。谢谢大侠。大侠，二人路过池塘，荷花妖看到小维赶紧缩了回去，但是下一秒他就现出人形向公主扑了过去。眼看公主不敌荷花妖，小维便施法救了公主一命，而公主却傻乎乎的以为是自己打退了妖怪。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，要是刚刚你就成了荷花妖的盘中餐。众人一起来到一个诡异的佛堂，没想到下一秒他们就开始头晕目眩，突然从四面八方飞来许多树头，将他们缠了起来。寻找小维的王英碰巧路过这里，听到他们的呼救声，急忙跑了进去。小维拼尽全力挣脱树头，刚准备与树妖大战，没想到下一秒直接被勒住了脖子。树妖轻轻一挥手，就将小维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关键时刻，王英及时赶到，只见他紧紧地将小维护在怀里，这个怀抱让孤独的小维感到无比温暖。可是，一介凡人又怎么可能是千年树妖的对手？王英很快就败下阵来，树妖一不小心碰在公主的金刀上，竟然像触电般的立马缩了回去。王英猜想金刀一定是树妖的克星，只见他急忙拿起金刀，一路势如破竹地朝树妖砍去。树妖被吓得连连后退，缩回了树里。王英则直接把金刀刺向这棵大树。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受伤的树妖竟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趁着王英不注意，急忙逃走了。公主一行人与王英再次相遇，看着李靖激动的表情，小维立马就看出了端倪。只见小维故意咳嗽了2声，王英着急地关心他的身体。看到这一幕，吃醋的公主流下了伤心的泪水。阿莫也看出王英对待小维不一般，他劝公主知难而退，但公主却偏偏不死心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再赌一把，我要争取我自己的幸福。彩雀也劝小维离开王英回谷主，何况现在又多了个情敌公主。可小维却对自己信心满满，凭我比她美，比她更美。我只担心姐姐你是像瞎子泡妹眼，白费功夫。只要他是男人，我就有办法让他爱上我。饭桌之上，小维故意宣示自己的主权，学着女主人的样子给公主添汤加菜，希望能够引起王英的注意。彩却故意嘲笑公主头上的疤痕，公主与王英顿时感到尴尬不已。李姑娘是个秀美佳人，硬生生的被这个疤给破了相，好可惜的。你应该找大夫好好医治一下，要不然有这么大一个疤，将来找夫君恐怕都很难的。彩雀。听到这番话，公主自卑地离开了这个饭桌，王英则急忙追了出去。小维责怪彩雀把众人搞得不欢而散。不知人间事，不懂男女情，这个我不怪你，可你要是再胡乱插手的话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姐姐，看着小维对自己发脾气，彩雀一气之下直接回了胡族。这边王英追出来安慰公主，而公主却试探王英，问她是否喜欢小维。直男王英却说只想保家卫国，并无心思成家。听到这话，公主开心地笑了起来。好巧不巧，这番话也被小维偷听到了。彩雀回胡族向亲夫人汇报小维的情况，还说他任意妄为，不肯回胡族，生气地劝亲夫人也别管他了。怎料亲夫人竟直接向他摊牌，小维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并且求他保守这个秘密。为了报答亲夫人当年的救命之恩，彩雀决定从此将小维当作亲姐姐对待。